我出身勾栏，却给自己编了个长公主私生女的身份，只为了吊周家那个心狠手辣的首富。没什么深仇大恨，也不为风花雪月，单纯为了他那些堆成山的金银财宝。我这辈子做梦都想躺在上面打滚。周廷安查了我7天，什么都没查到。第8天，他抓着我的手，眼睛红得像狗。你到底是谁？我笑了，抬手拍了拍他的脸。乖，查不到就别查了。烂人堆里掏大的，我太知道这种男人了。你越让他够不着，他越想把心掏给你。我给自己编了个身世，京城长公主的私生女。当然，这样的话我不会自己说出口，我只需要让该看见的人看见该看见的东西。我的马车看着不起眼，可木头是长安显贵才用得起的榆木，车帘素净。可到了夜里，灯一晃，上面的暗纹就显出来了。我的衣裳领口绣着兰花，花瓣上的针法雕钻是长公主府的绣娘才有的绝技。还有这宅子，衙人姓孙，矮胖，站在院门口搓手。姑娘，您看这3进的院子是不是太大了？您统共3个人住2进的宅子净够了，何必花这冤枉钱？我没吭声，阿蛮已经蹙起眉，上前一步。我家主子住哪，轮得到你指点？不敢不敢，小的就是怕姑娘多花银子。阿蛮冷笑，什么银子不银子？我家主子要是想住，便是金雀台也住的。阿蛮，他立刻收了声，退到一旁。下人无状，您别见怪。这宅子我瞧着敞亮，就他吧。姑娘不问问价？我轻笑，阿蛮便意会，从袖子里摸出银票，拍在衙人手里。这是290两租金，剩下10两是我家主子请你喝茶的。孙衙人低头看着那叠银票，咽了咽口水。10两银子当茶水，这位主未免太阔绰了。敢问姑娘贵姓？小的好去你气。阿蛮，你跟他去一趟。孙衙人连声应着，跟着阿蛮往外走，走到门口，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我半边脸藏在阴影里，看不清神情。他想起很多年前跟着东家在京城见过一位贵人，也是这般，明明站在跟前，却总觉得隔着什么，够不着，摸不透。他打了机灵，不敢再想。阿大抱着刀站在我身后，等人走远了才开口。宅子1年290两，剩下的银子撑不过半个月了。我没说话，登上了侧厢旁边的阁楼。周家的府邸阔气得很，连门前的2只石狮子都比别家的高出一截。你信不信，不出10日，自然有人送钱上门。信。阿大对我还是如此信任。姑娘这么说，自然有姑娘的道理。我笑了笑，没再说话。这宅子是我一早就看上的，西厢阁楼正对着周家的正院，我不需要每日都站在阁楼上，只要隔3差5登高望远，能与周廷安有片刻视线交错。他会想我是谁，他会查来查去，只查到一辆逾越规制的马车，一个衣服上有长公主府的刺绣，一个姓穆，出手阔绰，却从不说自己是谁的姑娘。之后几天，我照常过日子，早起在院里走走，吃过饭翻几页书，偶尔上阁楼登高望远。第4天下午，我去了余泉最热闹的长街，进了当地最大的周记古玩店，架上摆着瓷器、玉器，还有些字画卷轴，其中有一件玉雕的貔貅，玉质温润，看着很是讨喜。伙计凑过来，姑娘好眼力，这貔貅可是汉代的物件，不瞒姑娘说，这是从洛阳那边收来的，听说是从前赵阁老家的私藏。赵阁老3朝元老，死后家产超没，东西流落四方，这招虚实结合。我笑了一声，他愣了愣。姑娘笑什么？我把貔貅翻过来，底部光滑。赵阁老的私藏我倒是见过几件，他收的好东西每一件都有他的私印，这是他的规矩。你这件印呢？就算不是赵阁老收藏，可这玉是实打实的汉代贵胄才用得起的。汉代貔貅线条简练，讲究的是神似，你这件雕得太细了，汉代的工匠刻不出这么细的眉眼。他的笑容彻底僵硬了。我把貔貅放回架上，拍了拍手。小哥，以后眼睛还是擦亮点，不然收了假货，掌柜可是要罚你的。说完，我转身往外走。这件事情不知被谁传扬了出去，说的人眉飞色舞，听的人啧啧称奇。珍宝阁收了假货，被一个姑娘当场戳穿。那姑娘一眼就看出是汉代还是假的，说的那伙子脸都绿了。那姑娘是京城来的大家闺秀，见过真东西，家里肯定有来头。阿大闲来问我，那件貔貅，你怎么确定是假的？我绣着兰花，眼皮微抬。因为我见过真的。他没再问了，他知道我见过真品的唯一途径就是在长青楼中被恩客打赏。赵阁老家的混不吝公子，喝醉了酒便喜欢寻乐子，他从腰间随便摘下些什么，丢在我身上，丢一个我便脱一件衣服，直到最后衣衫褪尽，一想贪欢。可这些余质的东西
到了第2日便会被妈妈收走。落在我身上的也只有一顿不咸不淡的鸡鸭鱼肉。第7日，我带着阿蛮和阿大出门，刚下过雨的街道还有不少水渍。走到东大街，前头忽然乱起来，一群人围在街口，吵吵嚷嚷的。人群中间跪着一个老妇人，头发花白，粗布衣裳打着补丁，正死死抱着一个年轻人的腿。年轻人穿着一身绸缎，正抬脚踹老妇人。老东西，撒手！那是我孙子的救命钱，求求侯三爷高抬贵手啊！刘婆卖了1年馄饨，才攒下1两银子给孙儿看病，全让侯三抢了，没人管。他姑父是县令，谁敢管？侯三又踹了一脚，老妇人终于撒了手，趴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。他低头呸了一口，把银子揣进怀里，转身就要走。站住！你谁啊？抢老人家的救命钱，你还有没有王法？他似乎没想到我会拦他，突然气笑了。凭你也配跟老子讲什么王法？我姑父可是余泉的县令，在这余泉，我就是王法。阿蛮和阿大上前，将我护在身后。放肆！你再敢上前半步，我兄弟手里的刀可没长眼。看阿大这架势，侯三儿明显有些发怵。废物东西，愣着干什么？上啊！2个打手对视一眼，举着棍子上前，没过2招就被阿大撂倒，直到刀身架在了侯三儿脖子上，他的身子彻底软了。好汉饶命，饶命啊！说着，便把碎银子丢在祖父身上。阿大收了刀，几个人连滚带爬的跑了。婆婆，这是您的钱，拿好了。老婆子，谢姑娘大恩。说着，又要给我跪下，我忙阿大扶起来。你把婆婆送回去，另给她3两银子看病用。是。老妇千恩万谢的走了，人群渐渐散去。我叹了口气，状似无意。没想到余泉的风气已经成了这样。身后有人在议论：那姑娘谁呀？不知道，虽然没见过，但是通身的气派不少啊。出手就是几两银子，眼都不眨，家里肯定有钱。有钱有什么用？得罪了侯三儿，不得被县令穿小鞋啊！声音渐渐远了。夜里，阿蛮端茶进来。主子，县令可是侯三儿的姑父，真的不会包庇他吗？阿蛮，你想想，县令现在知道些什么？知道有个阔气的姑娘当众给了那老婆子银子，临走说余泉风气坏了。还知道什么？还知道那姑娘姓穆，从长安来，出手阔绰，丫鬟护员都不是普通人。一个人敢当众这么说，要么是蠢，要么是有底牌。一个出手阔绰的外乡女子，带着丫鬟护言跑到余泉来，会是蠢人吗？所以县令现在肯定坐立不安，不知道主子是谁，就不敢轻易得罪。如此一来，就只能动他侄子。水烧好了，准备迎客吧。王县令的管家来了，在门外候着。阿蛮，你替我去一趟，可知道怎么说？当然，姑娘就瞧好吧。屋子里重回寂静，我端着茶壶为自己斟了一杯。一个什么都要自己出面的主子，不值钱。我只需坐在这屋里，端着茶，等人来回话。县令的砚帖发来时，我正在绣帕子上最后一根兰草。阿蛮喜滋滋凑过来，都让主子猜中了，都让主子猜中了。主子不出面，县令反而越忌惮。这不，眼巴巴就送帖来了，看样子准备亲自赔罪。可咱们银钱紧缺，不知道县里能不能看上我们的寒酸礼物。我把最后一根线缝好，固定，打了个结。礼物？我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吗？赴宴那日，我穿的仍旧平常，只在头上多了一根玉簪，腰间多了一条装饰。县令府上，穆姑娘肯赏光，下官惶恐惶恐啊！我微微颔首，扶着阿蛮的手往里走。厅里已经摆好了席面，精致非常。右侧坐着一个人，青灰长衫，剑眉星目。我认出了那双眼睛。隔着一条巷子，隔着秋日凉爽的风。这位是咱们余泉的青年才俊周廷安，周老板。县令停了片刻，这位是，在下姓穆。对，这是长安来的穆姑娘。县令引着我往主位让，我推辞2句，在客位落了座，寒暄几句，无非是问我在余泉住的可习惯，比之长安有什么不同。我答得客气又含糊。周廷安放下茶盏，穆姑娘从长安来。周老板也喜欢长安。我转头看他，他笑了一声，又问：来余泉做什么？祖上曾在这里居住，故地重游，散散心。县令的眼皮跳了一下，
祖上曾在这里居住的，又姓穆，长安穆丞相，祖籍可不就是于权吗？只是没听说穆丞相有这么大的女儿啊。周廷安还要再问，我已从腰间解下那条帕子，推向县令。初次见面，听闻夫人喜欢兰花，这条帕子聊作消遣，大人别嫌寒酸。县令低头去看，怔了一怔，帕子上绣着一朵兰草，针脚细密，兰花的走势看着新颖，却又说不出哪里眼熟。他想起在京城做幕僚时见过一回，长公主府里的绣娘才有这种手艺，而拥有这种技法的绣娘只为长公主一人绣花。他忽然想起长安有些秘闻，长公主风流奢侈，年轻时曾与穆相有过一段，这些年在京城，长公主府和穆府明面上不来往，暗地里却多有照应，只因为长公主和穆相有个女儿养在别处，不便认回。县令心中一震，感觉自己发现了惊天大秘密。这帕子太珍贵了，如何当得？一条帕子而已，尊夫人喜欢，便是她的福气了。县令郑重收下，端起酒杯开始赔罪，无非是那日侯三儿的事。是我管教不严，已经将侯三儿打了板子，关进大牢。老妇那边我已经送去了慰问银，姑娘府上的丫鬟和护院受了惊吓，下官让管家亲自送去了些压惊之物，还绝不让姑娘受委屈。大人言重。直到饮宴结束，周廷安都未再问什么问题，只是看我的眼神从玩味多了些探究。出了府门，夜色已经落下来，阿大驾着马车停在街前，我正要上车，身后脚步声近了。穆姑娘，我回头，周廷安站在台阶上，嘴角噙着笑。夜路难走，姑娘生得这般模样，仔细被采花贼惦记，不如周某送你一程。我站在马车旁，借着灯光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，忽而笑了。周老板很富有，只可惜马车上不能有降文。他的笑容僵在脸上，商贾之人再富有也不能用降文，话里的讽刺近乎直白。怎么我说错了？他盯着我，嘴角又慢慢弯起来。都传穆姑娘是菩萨心肠，在下看未必。我偏了偏头，他往前走了一步，站在台阶边缘。周老板有何高见？晚风吹过，光影在他脸上跳动。姑娘真从长安来？我提起裙角，踩上马车的凳子，掀帘子之前回头看了他一眼。你猜？帘子落下，我靠着马车，似乎还能感觉到背后灼热的目光。回到宅子，阿蛮开始清点王县令送的礼，字画2幅，绸缎10匹。主子，王县令真大方呢，足足给了2000两，3年清知府，10万雪花银。咱们不是早就见过了吗？长青楼里这些东西见的还少吗？那些达官贵人喝醉了酒，随手赏下来的，哪件不比这些值钱？苏州来的绸缎，江南造的妆花，京城里都难寻的好东西，到了长青楼就跟不要钱似的。可那些东西没有一样能留到第2天早上。妈妈收走了，拿去孝敬更大的官，打点更多的事，偶尔留下1、2件，也是放在柜子里锁着，等哪天更大的贵客来了，再拿出来做人情。我们这些姑娘经手过多少好东西，摸过、戴过、穿过，可没有一样是自己的。阿蛮沉默了一会儿，又笑起来。不管怎么说，这回是咱们自己的了。主子，你说那位周老板还会来吗？当然。次日一大早，周廷安的管家拿着点心登门求见，说是周老板的一点心意，邻里之间该当走动，言语之中还是在打听我的过往。结果被阿蛮3言2语堵得说不出话。第2日，吴管家又来了，这回带的是一匹绸缎，说是苏州来的新样，姑娘看看喜不喜欢。阿蛮拿进来给我看，料子是好料子，在光底下泛着水波纹，美则美矣，可真正云锦摸上去跟水一样，一点褶子都不留，这个还差着意思。阿蛮把话原样传出去，吴管家的脸色变了一变，又笑着说了几句客套话，走了。第3日，我正坐在窗边喝茶，阿蛮进来说周家又来人了。这回吴管家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身后还跟着2个小厮，抬着2口箱子。穆姑娘，她弓着身，这是我们老爷给姑娘的见面礼，前2日是小的不会办事，拿那些东西来污姑娘的眼，这2箱东西是我们老爷亲自挑的，还望姑娘笑纳。人人都说周老板吝啬，未曾想也有这么大方的时候。非是我们老爷吝啬，只是我们老爷知道什么样的人配什么样的东西。吴管家，回去告诉你们老爷，好意我收下了，再告诉他，下个月有大人物要来，让他提前准备着。吴管家的笑容深了3分，腰弯得更低。好，奴才这就回去禀报。我们老爷说姑娘这里清冷，特意给姑娘配了几个粗使丫鬟。姑娘尽管使唤，门外应声进来7、8个丫鬟，齐齐站成一排，看着倒是规矩。我冷了脸。阿蛮走到那排丫鬟面前，从头看到尾，冷笑一声：不是知根知底，也配进我们主子的身，都带走。
吴管家张了张嘴，挥挥手让这些人下去了。吴管家回去之后，不到半日，周庭安的帖子就送来了，邀我去金桥山庄一叙。酒楼雅间，推开门的瞬间，鸡鸭鱼肉的香气扑面而来。周庭安坐在主位，面前摆了满满一桌，红油赤酱，热气腾腾。我站在门口，脚步顿了顿，他起身迎我，眼里带着笑：“穆姑娘，请坐。”我落了座，看着那一桌子菜，没动筷。这可都是金桥山庄最拿得出手的，穆姑娘不赏个脸？吃几口，我蹙眉，他愣了一下。我不喜吃肉，随即笑出声。只听过吃不上肉的，没听过不爱吃肉的。正因为吃过肉哦，才觉得腻了。周老板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你拼命想挤进去的琼楼玉宇，是别人早就待腻了的平常。他盯着我看了半晌，忽然大笑。穆姑娘还是这样牙尖嘴利。只是周某好奇，这等要紧的消息，何苦让管家来告诉我？对你来说是大事，于我而言不过是一句话。他的眼睛眯了眯，我放下茶盏，站起身来。周老板要是参不透的话，往后也不必来找我了。身后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，手腕被人握住了。我低头顺着那只手往上看，是周庭安扬起来的脸。别走！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，压着又藏不住。怎么舍不得？握着我的手紧了紧，力道有些重。穆姑娘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另一只手伸出来，抵在他下巴上，轻轻往上抬了抬。他不得不仰起头，更彻底的被我俯视。周庭安，你查了我多少天？查来查去，查到了什么？他没答。我的手从他下巴滑到脸颊，轻轻拍了拍，像拍一条狗。他的眼神暗了暗，眼里压抑的东西几乎要翻出来。我收回手，退后一步，查不到就别查了，等我想让你知道的时候，你自然会知道。他忽然笑了，有点无奈，有点认栽。他愣了一下，大笑出声，带着些癫狂。你知不知道，从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穆姑娘握着我的手终于松开了。你住我对门这些天，我夜里总睡不着。哦，站在院子里能看见你阁楼的灯亮到很晚。明天我能去看那盏灯吗？夜风吹进来，带着初冬的凉意。我转身走到门口，停下来，回头看他一眼。我那盏灯可不是谁都能看的。拭目以待吧，我会好好表现的。我没回话，转身走了。走出酒楼，夜风吹在脸上，凉丝丝的。姑娘，我瞧那位周老板今日可是放低了身段的，你对他是否有些冷淡了？阿蛮，你知道周庭安这种人的毛病在哪儿吗？他摇头。他太有钱了，太顺了，想要什么有什么，想扔什么扔什么，女人巴巴的往他身上贴，银子流水似的往他兜里淌，整个鱼泉没人敢给他脸色看。这种人你给他笑脸，他转头就忘。你今天温柔小意，他明天照样可以换个人温柔小意，反正女人对他都一样，都是送上门的货色。可你要是跟别人不一样呢？你让他看着你的脸，听着你的声音，却偏偏够不着你，他就得日日夜夜想你是哪儿来的，想你要什么，想你怎么就敢这么对他。他要的不是讨好，是征服。可你不能让他征服，你得让他觉得征服你这件事比登天还难。难道他这辈子都没干成过？等他习惯了这种难，等他每天睁眼闭眼都是你那张脸，等他看见别的女人只觉得索然无味，那时候他那一辈子没给出去的真心就该往外掏了。主子，您可真会拿捏人。不是拿捏，是我太知道烂人长什么样了。苏大人来的比我预想的早了3天，天下了小雪，我正围着暖炉看书，阿蛮匆匆上来。主子，周家来人了，说大人物到了，周老板请姑娘过府一叙。我从书册上抬眼，他请的是我，还是请那位大人物？都请了。周庭安啊，周庭安，你可真是沉不住气。我告诉你有大人物要来，是让你提前打点。你倒好，转头就把我推出去当幌子，想让那位来认认我，好坐实我的身份，试探我。行啊。我放下书籍，站起身。更衣。周家的花厅比我想象的还要阔气。小厅内坐着2个人，一个是周庭安，另一个面容清瘦，留着几缕长髯。苏近清，当朝有名的贤臣，两袖清风，深受信重。穆姑娘来了。他侧身让开，露出上手坐着的那人。苏近清抬起头看向我，四目相对，他的眼神顿了顿，下一瞬，他的目光已经移开，端起茶盏，若无其事地抿了一口。周庭安引着我入座。穆姑娘，这位是当朝巡抚苏大人。苏大人，这位是从长安来的穆姑娘，祖籍曾在鱼泉。苏近清点了点头。穆姑娘。我端起茶盏，以茶代酒。苏大人。周庭安的目光在我和他之间转了一圈，笑道。原想着苏大人在京城为官多年，与穆姑娘家里该有几分交情。看来是周某想差了。京城虽大，也不是人人都认得。话虽这样说，
可我见到苏静清这样的封疆大吏，没行礼便落了座。桌上明明有好酒，我却以茶代之。他欣然而受，没觉得什么不对。这些信息无一不传达着我与苏静清是旧识。周庭安眼底的笑意深了些，起身告罪，说是去催催后厨的酒菜。脚步声远了，小厅里只剩下我和苏静清。清渊姑娘，你怎么会在此？看着手里的茶盏，没抬头。大人认错人了。你不必防着我，人走了，这里只有你我。我终于抬头，笑容得体。苏大人，好久不见。长青楼被抄之后，你去了哪里？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只有我在贵人的帮助下苟延残喘，如今不过是在这鱼泉讨一口饭吃。他听了，半晌没言语。能让我不被牵连冲入军纪，这位贵人定然有很大权力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你不必对我防备，方才没有拆穿你，你也该明白我的意思。苏某这一生与人为善，坚信朋友比敌人多，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强。这话说得漂亮，可再是正人君子，私下脱了衣服也没什么两样。我没戳破，苏大人还是这般会做人。他也笑了，捻着胡须，神态放松了些。你怎么知道我要来鱼泉？是贵人告诉你的，还是你自己打听出来的？不是打听，是凑。那些当官的喝醉了，什么都往外说，今儿这个说一句，明儿那个漏一嘴，零零碎碎的，听多了就能凑出个大概。等对了是运气，等错了换个地方接着过就是了。你就不怕被人拆穿？这身份万一有人去查？查什么？这些人无端的猜测，有哪一个是我亲口承认的？苏大人，我在长青楼活了10几年，那地方什么人都见过，什么事都经过，我能全虚全伪的走出来，靠的就是没人想得到。老夫早就说过，不可小瞧女子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不知道，走一步看一步呗。就没个计划？有计划，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只能见招拆招。就像今天，我本来没打算这么快见你，是他自作主张把你请来的。他看着不像个省油的灯。我知道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没答话，他也没再问。坐了一会儿，他站起身。行了，我该走了，再坐下去，那位周老板该急了。我也站起来。他走到门口，忽然回头。清渊，有什么事能帮的我帮，不是跟你客气。谢大人。我没相送，只在门内看着周庭安点头哈腰送走了苏静清。回来时，小厅已被收拾干净。周庭安凑上前，穆姑娘，今日是周某唐突了。我施施然起身，而后一巴掌扇在他脸上，很脆的一声，他的脸被打得偏向一边，整个人愣在那里。我又扇了一巴掌，这回他站稳了，捂着脸。穆姑娘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让你把苏大人带到我面前来了吗？他的嘴唇动了动，没说出话来。我告诉你，下个月有大人物要来，让你提前准备着，好攀上这条线。你是怎么做的？周庭安，你把我当什么？姑娘误会了，周某只是自作主张，只是不把我放在眼里，只是觉得我告诉了你消息，就该由着你摆布。以前算我高看你一眼，觉得你虽然心狠手辣，可到底是个聪明人，知道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不该做。没想到依然是个鼠目寸光之辈。庭安知错了。我没理会，转身就走。刚回到宅子，阿大就进来了。周家来人了，一箱子绸缎，一箱子首饰，还有一对玉如意，说是给姑娘赔罪的。吴管家还在外头等着，说他们老爷说了，姑娘要是不收，他就跪在外头不起来。我淡淡翻了一页书，那就让他跪着吧。主子，您真不知道来的是苏大人？那您怎么就敢跟周庭安说下个月有大人物要来？万一没来呢？万一来的不是能接住您这身份的呢？你在长青楼服侍我这么长时间，可曾听过一句话，戏子不上台，不知道台下坐的是谁。可戏子要是上了10年台，台下坐的是谁，他一打眼就能猜个8、9分，可凑出来终究不是准杏儿。我只是心里有个大概，那您心里有几个人选？3个。第一个，户部侍郎陈明，这人贪财好色，尤其喜欢勾栏里的调调，曾为了我跟思南伯的公子大打出手。他要是来了，我能避则避，避不了只能死不认，不能露出长青楼一丝一毫的风尘气，嘴硬到底，他会有一丝顾虑。第二个，督察院迁都御史王怀，这人又臭又硬，油盐不进，最恨弄虚作假。杏儿也不曾见过我，他要是来了，我就得把长公主府那条线收一收，改成木相府上的远亲。第三个就是苏近清，此人圆滑会做人，从不惹是生非，不论是清流还是阉党，都对他赞誉有加。若他来了，我不用装，不用演，只要往那儿一坐，
他自然知道该怎么接。主子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，能跟你是俺们这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我伸手替他把垂下来的一缕碎发拢到耳后。傻姑娘，他眼眶红着，却笑着别过脸去。长青楼的姑娘都要先从丫鬟做起。那时候我住在柴房边上，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。阿蛮也不叫阿蛮，叫香秀。她总往我这儿跑，偷偷塞给我点心、蜡烛头，就棉袄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长得好看呀。妈妈说了，长得好看的人在这个世上会有特权的。再后来我成了清渊姑娘，她成了我的侍女。妈妈说她不稳重，容易得罪贵人，我却一意要留下她。长青楼里已有了太多八面玲珑的人，我只想留一个真心待我的。窗外，吴管家还跪在院子里，一动不敢动。第二天一早，阿蛮进来伺候我梳洗。主子，阿大来说吴管家晕过去了，往常欺负街坊的时候不是挺有力的吗？晕了就扔出去，别脏了咱们门前的地。还有这个，周廷安亲自写的，说请姑娘过府一叙，他备了酒席，亲自给姑娘赔罪，告诉他我没空。阿蛮应了一声，转身出去。过了不到半个时辰，他又回来了。主子，周廷安亲自来了。我看着手里的书，没抬头。在哪儿？在大门外站着，说姑娘不见他，他就不走。他今日换了身素净的衣裳，没带那些金啊玉的，看着倒像换了个人。我把书放下，走到窗边，大门外，周廷安果然站在那里，没了俗套的金银，远远看着倒有几分读书人的样子。周廷安跨进门来，在我面前站定，直直撩起衣摆跪了下去。穆姑娘，廷安前来请罪。周廷安，你知不知道我最恨什么？我最恨的就是被人当枪使。廷安知错了。你不是知错，是知道自己棋差一招。不是的，我请苏大人来，是想确认。确认什么？确认你是不是我能留得住的人。我一愣，他跪在地上，仰着脸看我，眼神比那天在酒楼里更浓更烫。我周廷安活了30年，向来视女人如衣服，可姑娘一出现，就让廷安不自觉着迷。穆姑娘，我知道这样说很唐突，你可愿当廷安的妻子？我盯着他看了半晌，忽然笑出声来。那说明你还有小妾，还有外室，还有通房丫头嫁过来当你的正妻，替你管家理事，替你应付那些你玩腻了的女人，我还得感恩戴德。廷安保证，姑娘一生都是正妻，任何人都越不过你去。这宅子我已经买下，今日赠与姑娘，还有我名下的钱庄、布庄、古玩店、酒楼，全都给你一成干股，全当我给姑娘的礼物。我低头看了一眼那叠纸器，伸手接过来，一张一张翻过去，确实令人很心动呢。他的眼睛亮了一瞬，我低头看他。不过你也配周廷安？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？拿几个臭钱跪一跪，说几句漂亮话就能打发？你今日跪在这儿，口口声声说要留我，可我凭什么信你？凭你那张嘴，还是凭你那些逢场作戏的本事？那姑娘要怎样才肯信我？我转过身，走到窗边，没答话。身后一阵赶复响动，他站起来，脚步踉跄。今日是廷安唐突了。脚步声响起，一步、2步、3步，到了门口，他正要抬脚，却听我淡淡道：“我叫穆文音。”身后传来抽泣声，脚步又停了。他似乎在犹豫要不要过来。杵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滚！脚步声远去，比来时松快许多。主子，您真把他训成狗了？这种小人，你当他是狗，狗至少还忠心，而他的卑微恳求不过是伪装的一种，伪装兄友弟恭，伪装庶子无谋，让所有人都觉得周家的庶子不过是个安分守己的可怜人，翻不起浪，成不了事。他一步一步的走，一日日一等，等到他掌了权，有了银子，有了人手，那些爱着他的人便一个又一个意外死去，落水的、失足的、突发疾病的，干干净净，谁都挑不出错。难道上头就没人看得透吗？看得透又如何？银子打点好了，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体面人。之后半个月，周家每日都有东西送来，都是价值连城，寻常人一辈子也见不到的宝贝。但我也不是什么都收，偶尔收1-2个有心意的陶俑或小玩意儿，剩下的全部退回。周廷安倒是霸道，我让退回，他转身就吩咐送给阿蛮和阿大。阿大和阿蛮得了好处，日日在我跟前念叨他的好，这算盘打得倒是精。眼瞧着天气暖和起来，这日午后，我带着阿蛮去了绸缎庄，准备做几身衣裳。鱼泉最大的绸缎庄里，掌柜沏好了茶，亦步亦趋的跟着，绫罗绸缎，各色俱全。正看着，门口脚步凌乱，我不用回头也知道是谁来了。文音，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带着些微喘。我微微蹙眉，他便改了称呼。听闻姑娘来寒舍选料子，我正巧在附近，便想着来给姑娘长长眼。周老板，您这里的料子一点都不及长安鲜亮，别说主子了，就连我都没看上。阿蛮那话一出口，周廷安的脸色就变了，
生怕我一个不高兴，明儿就回长安了。鱼泉地方小，确实不及长安繁华。不过这里最好的染织师傅都在周家染。姑娘若有兴致，亲自去指点指点。我收回手，转过身看着周庭安，他站在那儿，眼巴巴地望着我，像只等着主人扔骨头的狗。主子，要不咱们去看看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求你了，主子。我经不住馋，叹了口气。好吧。阿蛮跟上来，路过周庭安身边时，冲他眨眨眼。周庭安喜笑颜开，几步追上，殷勤的引路。染房在城西，靠着河，占地极大，远远就能看见晾晒的布匹在风里飘荡。周庭安走在我身侧，殷勤地介绍着染房的规模。我漫不经心地听着，目光落在染房的苦力身上，他们之中有的跛着一条腿，有的少了一只胳膊，有的眼神呆滞，像是脑子不太灵光。旁边还有个管事，手里拿着极细的木条，见谁动作慢就抽，细条带着风声落在皮肉上，这些苦力却不敢发出一声。周庭安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，笑了。这些人残的残，傻的傻，都是没人要的。要不是我周家赏他们一口饭吃，早就饿死了。也难为周老板能把这些人笼络到一起给你干苦力。他一点也没有被我拆穿的窘迫，反而更加得意。我给他们活干，给他们地方住，给他们一口热饭。姑娘看看，他们哪一个不是感恩戴德，恨不得把我当再生父母供着。我没顺着他的话，指着其中一个染缸道：这染缸里的青色是用了了蓝还是木兰？这染缸里的青色是用了了蓝，可你这火候不对，说完染出来容易发灰。再加2把了蓝，1斗石灰，浸的时候多半个时辰，出来的颜色才正。姑娘也懂染布？我们姑娘何止懂染布，长安城里那些织坊，哪个见了姑娘不客客气气的？我睨他一眼，他吐舌头退到后头。姑娘深藏不露，略懂些皮毛罢了，登不得大雅之堂。他往前踱了一步，与我并肩站着，看向在风里飘荡的布匹。这染坊开了有些年头了，生意不上不下，不如交给姑娘打理，全当解闷的消遣。哦，是给我消遣，还是想借我的路子，把这些布匹卖到鱼泉之外？什么都瞒不过姑娘的眼睛。既如此，庭安也不兜圈子了。姑娘若肯屈尊指点，染坊的进项，姑娘占6成。6成，周老板倒是豪气。为博姑娘一笑，10成也使得，就是看姑娘想不想接了。染坊我接了，可有一条。我抬眼看了一圈那些苦力，不许再打了。他顺着我的目光看去，都听姑娘的。我进周家染坊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先拿长侍的三叔公开刀。他是周家远亲，在染坊当管事已经30余年。周庭安不在时，他便是染坊说1不2的掌柜。我随意指了几个摊墨的证据，他便急得跳脚，说我外姓人不懂规矩，跳着脚要见周庭安。岂料周庭安没见到，直接让狗腿子吴管家打了出去。我清理掉所有混日子的亲戚，提拔了几个老实干活的老师傅，废了打人的规矩，定了新章程。绣娘们手艺旧，我拿出长安的花样给他们看，用鱼泉本地厚实的料子做底，混上特产的水蚕丝，让布面有层暗光，用长安的针法绣鱼泉的山水雾气，不图耀眼，要的是细看有景，远看有光的效果。我为这个布料起名叫云绣，把染坊的6成力连带第一批布料全打包送给了苏近清，信里只说给女眷才1完。阿大知道了，说我大方。银子是水，死攥着就臭了，泼对地方才能长出东西。用这6成力换他一个将来可能用得着的人情，不亏。苏近清很快回了礼，夸了好，还给了江南大绸缎庄的引荐。消息传回来，周庭安摸着云绣看了我很久。你总是让我意外。我正看新绣的香囊样子，没抬眼。你来找我干什么？他笑了，没说话，就那么看着我。我知道他这回陷得更深了。云绣的名声借官眷圈传开，价码水涨船高。周庭安将这些看在眼里，看我的眼神更热络。树大招风，一匹被漕运卡住的江南丝线，在耽搁2天后，突然送到了染坊门口。丝线收到了。入夜，周庭安来了。刚入库，说是曹帮的副帮主亲自押送来。漕运副帮主，早年我帮过他一个大忙，这人情我一直舍不得用，但为了你，值得。这话半是表功，半是施压，意思再明显不过。他在暗示，你看，我为你付出了宝贵的东西。不错。听到我的赞赏，他脸上强装的强势漏了气。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区区一个染坊就想来找我讨赏，算盘珠子未免打得响了些。这话虽然是讽刺，却也给了他暗示。文英想要什么？我笑，手指顺着他的额头一路滑到他的嘴唇。要来的不值钱，别人跪着送来的，才刻骨铭心呢。他眼神一暗，张口含住了我的指尖，温热的舌尖裹上来，像狗盯着唯一能给他肉骨头的主人。既然文英这么有本事，我名下所有产业5成干股都归于你。他抛出这话，自己先屏住了呼吸，眼底的狂热下藏着更深的试探。我收回手，口巾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
周老板好大的手笔，只是这里太重，我怕接了手软。文音，只有你配得上这些东西，与我已是累赘。可我想给。他扳过我的肩膀，眼中只有文音，这些你拿着，随便你怎么用，赚了赔了都算我的。你看那些跟我打交道的，哪个不是俗人？我给他们塞银子，送女人，他们便对我笑，称兄道弟，背地里还不是觉得我是个钻营上去的暴发户，上不得台面。还有那些亲戚，以前在周家，谁正眼看过我娘和我？现在呢，像蚂蟥一样扒上来，给点残羹冷炙就能让他们摇尾乞怜。哼，我不过是觉得用这些残废、傻子，还有这些没骨头的亲戚，比用正常人便宜、听话、好掌控。这于泉城，在我眼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我看得起谁？我谁都看不起。可你不一样，我给你金子，你嫌沉；我给你铺子，你嫌俗。你站在那儿，就好像这些东西，真的就只是尘土。他的手渐渐滑下，终于露出一丝真切的颓丧。我那些龌龊心思、算计人的手段，你一眼就看透了吧？可你看透了却没走，你让我觉得我自己都嫌弃的那些脏东西，到了你跟前，好像也没那么见不得光了。文音，我烂在泥里长起来，见的都是蛆虫，只有你让我觉得，我好像也能碰一碰云彩。他说完，整个人像是耗尽了力气，只眼巴巴地等着我审判。我看着他，看了许久，才叹了口气，伸手掠过他的额际。现在才说这些不嫌晚吗？一句话让他眼眶骤然红了。他知道我收下的不是他的产业，而是他这副连自己都唾弃的破烂样子，这比任何应允都让他更死心塌地。我收下了周庭安产业的5成干股，却没着急插手，只让他拨了2个心腹账房和小厮过来。周庭安自然无有不应，亲自将人领来，当着我的面敲打他们，要听文音姑娘的话，比听我的还紧要。我不动声色，接下来2个月只做3件事。第1件，清账，让账房将所有产业3年账本全部清算一遍，以及与固定几家往来的流水，最后整理出来10个账本，我亲自过目，这便是把柄。第2件，见人，如今我的事已经造出，我让阿蛮下帖拜访渔泉码头、曹帮货站，还有车马行，不为全部笼络，而是让他们知道，如今周家的产业有一半是我做主。第3件，立规，社工赏布，有改良，有点子，当场赏钱。一个老师傅用梅花蕊试出新的固色法，赏银一发，众人眼睛都亮了。不过半月，死水便活了。3个月后，江宁阁的少东家下月3会到渔泉看最新一批的云绣。哦，江宁阁专供皇家，你竟也能搭上线？恰好有位故人，有些香火情。文音，有时候我真怀疑，长安的娇娇女怎会知道曹帮仓吏的脾性，摸得清车马祥的门道，还能搭上知云阁的线？或许本就该如此。长公主那般人物，养出的人定然青出于蓝。你若还想靠近我，那就别再试探。我厌恶被在乎的人怀疑。话止于此，不再多言。不重要了，只要是你，就都不重要了。江宁阁的少东家如期而至，对云秀赞不绝口，签下的单子足够染房忙活3年。周庭安看我的眼神越来越烫，也越来越空。我知道时候到了。苏静清的信在一个雨夜送到，信很短，只说是已成，静候。第2天，我便对周庭安说，在城西码头边盘下那间最大的临水仓库，云秀要走水路去江宁自家的仓库。稳妥。好，我明日就着人去谈。不，我自己去，你同我一起。他愣了一下，眼里蹦出光，大概以为这是我终于愿意将他带入我的圈子。仓库位置极佳，却也极贵，原主是个老行商，急着脱手回乡。我与他周旋半日，最后以低于市价1成的价格成交，当场画押付了定银。当然我不用开口，周庭安自然乐得替我买下。他不懂我为何急着要这仓库，又为何能以这个价钱拿下，他只需要相信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。3日后，于泉城出了2件大事，一是曹帮因私贩盐引被查，核心人物接下了大狱，拔出萝卜带出泥，又牵扯出几条暗线，皆指向朝堂几位皇子的斗争。2是周家粮行被查出以陈粮充新粮，抬高粮价，涉事掌柜和账房连夜被衙门锁走，罪名是扰乱市役。2把精准的钳子毫无疑问地卡住了周庭安的命脉。漕运的路子脏了，粮食的根基动了，顺藤摸瓜查出县令这些年的。可这次的事，连县令都被牵连，坐着囚车回京伏法，没了保护伞。昔日那收了银子便称兄道弟的朋友，此刻纷纷避而不见。周庭安红着眼冲进我房里时，我正在窗边修剪一盆兰草。阿大沉默地拦住他，被我抬手止住。他声音嘶哑，头发散乱，早没了平日的气度。文音，粮行的账，曹帮的事，你是不是事先就知道？知道什么？只有你让账房彻查过所有产业，除了你，
我想不到第二个人。还有，你为什么偏偏那时候要买仓库？有了自己的仓库，刚好可以摆脱曹帮的水运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周庭安，我有没有告诉过你，看人看事要看根底？他死死瞪着我，我走近一步，慢慢抚上他憔悴的脸。周家的根底就是漕运走私和粮行盘剥，这样的根能长出什么好花？我要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你的花，也不是你的叶，而是这整块地。只是它太脏，需要先翻一翻，晒一晒。穆文音，你算计我！他眼里布满血丝，想要伸手来抓我，被阿大轻易隔开。难道以往那些情谊都是假的吗？真的如何？假的又如何？你给我的是利，我给你的是饵，很公平。你管这叫公平？穆文音，你好狠的心！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你了，我的心，我的产业。因为你贪婪，因为你自负，自负到以为能用这些拴住我。周庭安，别把自己说的那么可怜，你我都清楚，若有机会，你会毫不犹豫吞掉我。他直愣愣看着我，像是第一次认识我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12年前长青楼那一夜，怎么不记得了？你到底是谁？12年前，他刚坐稳了周家的位子，把嫡姐按进荷花缸，去长安谈一笔大生意，成了，得意得很，被人簇拥着进了长青楼，喝到半酣。看那些花枝招展的姑娘都觉得俗，直到一个捧着茶盘的小丫鬟低着头走进来，她大概10来岁，眼神又倔又冷，与把他娘和他踩进泥里的嫡姐一模一样。他记得嫡姐骂他下流种子，让他学小狗讨食的模样，也记得嫡姐嫌阿娘脏了他赏花的园子，把阿娘的头按进荷花缸，活活溺死的模样。掌权后，他把已嫁人的嫡姐请回老宅，在同一个荷花缸边，他亲自按的。所以在长青楼看见那双相似的眼睛，他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。他指着那小丫鬟，他多少银子？老鸨多惊，立刻看出他状态不对，不是寻常寻欢。老板好眼力，这丫头可是我们清清白白的厨儿，细皮嫩肉，教了好几年规矩呢。3000两。老鸨伸出3根手指，周围人都抽泣，他却在那种晕眩的亢奋里笑了，痛快地甩出银票。人被送进他房里，小丫鬟吓得发抖，缩在床角。他扯过他，一巴掌扇过去。看啊，你再拿那种眼神看我，我不是孽种，听见没有？我不是下贱胚子。他像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，把对嫡姐的恨，对过往所有屈辱的怒，全发泄在这具身体上。结束后，他看着蜷缩在被褥里的人，征服感几乎快要溢出。后来他有过很多女人，几乎个把月就得换一个。如果不是我刻意提醒，那个女孩的眼睛，自己早想不起来了。是你，什么公主之女，原来不过是个下贱婊子。是啊，可如今你这个于全城呼风唤雨的周大老板，不就是折在我这个下贱婊子手里了吗？他挣扎着想扑起来，被阿大死死按住。我俯身拍了拍他的脸，如从前训狗那样。留着这点怨恨，去牢里慢慢回味吧。至于你剩下的商业版图，往后就由我来接手。院外传来脚步声和铁链声响，是差役到了。他被2个差役公事公办押走，咒骂声渐渐远去。夜风穿过，带着点凉意。我心里那点翻腾的快意，像潮水一样蔓延。主子赢了。赢。我重复了一遍这个字。阿大，你觉得什么是赢？把他弄倒，拿了他的东西就是赢吗？这世道，今天你踩别人，明天就可能被别人踩，没有永远的赢家，只有暂时没倒下的那个。主子，您从12年前就在布这个局吗？我看向他，忽然觉得有点好笑。好阿大，在你眼里我真有这么神机妙算？哪有人能布12年的局？12年足够死伤好多回了，这一切不过是巧合罢了。他恰好是那个撞到我手里来的仇人，我恰好需要一块跳板往上爬。至于报仇，不过是顺手的事。生在长青楼不是我的错，被人作践也不是我的错。我一个挣扎求生的蝼蚁，难道还要为这些错背上一辈子的枷锁，苦大仇深的活着吗？就像走路踢开一块绊脚石，踢开了，路就平了，仅此而已。能跟着主子是阿大的福气，不然我早跟那些人一起流放宁古塔了。自己人说这些做什么？过去的事，好的坏的都别再提了。阿大，你只需要记住，从今往后，你和阿蛮就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。只要我穆文英有一口饭吃，就绝不会饿着你们。我会用我所有能耐护你们周全，让你们堂堂正正的活。又过了3年，于泉城里早已没了周记的字号，昔日周家的产业，连同我后来拓展的商业，如今都归在青云站名下。这名字俗是俗了点，但做生意有时就要这点直白的野心和吉利。长公主私生女的名头，我早就不用了。那个故事完成了它的使命，该收起来了。现在
大家都只认穆老板。又是一年开春，苏近清奉旨南巡，无经于权，特意递了差人给我递话，说要见见我的青云站。他如今已是朝中3品大员，气度更显沉稳。我与他在我新制的临水别院里喝茶，窗外正是鱼泉江最开阔的一段，千帆过尽。你这地方选得好，眼界开阔，气象不凡，比周家的老宅强出不止一筹。苏大人过奖，不过是沾了地利的光。说起来，当初那位助你逃出长安的贵人，便是木相吧？大人觉得是，那便是了。他没追问，也笑了笑。清渊姑娘，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住片刻，尤其是这双眼睛看人看事的通透劲，着实很像他。苏大人，茶凉了就不好喝了。往事如这江上雾气，按着真切，风一吹也就散了。重要的是眼前的路和手里的茶，您说是不是？他朗声笑起来，将试探尽数收敛。是本官这像了，穆老板请。我们又喝了一盏茶，说了些不相干的闲话，他便起身告辞。我送他到院门口。日后义上若遇着什么难处，只要不违律法，不背道义，可来信。远去，将带着水汽扑面而来。阿弟来批，我摆摆，转身回了书房。苏近清的话还在编，他大概觉得我到今天总该有点感慨，有点庆幸，或者少该有点得了便宜卖乖的虚伪。可我没有。长楼里学的地课就是别把自己当人，也别把别当人，都是物件，是筹码，是路。周庭安是路，苏近清是路，安城那点可怜的脉也是路。踩过去了就别回头看，更别生出什么无用的情绪。我只要活着，好好地牢牢地活着。为此算计几个人，吞并些产业，算得了什么？这世道本就如此，你不吃人就吃你，于其他的什么良心名声，那都是锦衣玉之后才有闲情点缀的玩意儿。我还没到那份上，也许永远也到不了，那也没什么不好。